如果想在网络上面赚钱，邮件营销是最有效的方式。这期影片我会展示给你如何使用 Kajabi 去进行邮件营销，去建立自动化的系统，让系统自动给特定的客户去发送特定的邮件，给你自动带来销售收入。还有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是谈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圈内容。我每周都会分享3部影片，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频道。我之所以选择 Kajabi， 因为它是一个一体化的平台，我可以用它来创建线上课程、建立网站、着陆页、接收客户的付款、收集客户的 email 信息、进行邮件营销等等。它不仅功能齐全，也是一个省钱的选择。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链接去进入到这个页面，它会提供给你30天的免费试用。通常这个公案里面，它只会提供给你14天的免费试用。像我进入到了 Kajabi 里面，你要选择 Marketing， 然后选择 Email Campaigns。这里面就会展示给我之前已经发过的邮件，我可以查看到所有的邮件，你可以选择单独发的邮件、邮件序列，还有就是活动邮件。这里面会展示给你每一封邮件它的数据，比如说你发送给了哪些人，有多少打开率，有多少点击率，有多少的退订率，然后这是邮件的状态。如果想发送邮件，你可以选择这个 New Email Campaign， 这里面会有3个选项。第一个 Email Broadcast 是发送单独的邮件，第二个是 Email Sequence， 它就是发送序列的邮件。然后第3个 Event Email 是 Kajabi 新的功能，会在未来不久推出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单独发送邮件的功能，我选了之后选择 Continue 继续。这里面 Kajabi 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模板，我可以选这个模板，在左边你可以滑动一下就可以浏览这个模板，你可以更改里面的信息。一般来说我选的是这种最简单的模板，它就是文字的，然后加上一个按钮，我可以选择 Get Started， 给这邮件加入个标题，然后选择 Create。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你要把这封邮件去发送给哪些人，默认就是发送给所有人，或者你可以选择只发送给你客户。这里面有个社群邮件，这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个发送人群，因为我有金走创子社群创意联盟，我每周都会发送给我的会员一封邮件，所以我就会单独设一个类别，然后你可以点击这里去自定一个类别。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选项，有很多的选项供你选择，比如说这里面我就选择发送给所有我的联系人，然后我选这个 Save and Continue。 这里面 Kajabi 对于标题有设置成你内部的标题，这个是只有你看得到的，然后就是对外的标题，这个就是别人在看到你邮件的时候他们会看到的标题，还有这个就是预览文字，这当收到的人没有真正打开你邮件的时候他们会看到的一些文字，然后在这底下你可以具体编辑一下你邮件的信息。这里面我就进入到了编辑区了，在左边会有不同选项，在上面你可以切换不同的设备，比如说这是电脑端的，这2个是平板端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手机端，会让你看一下在不同设备上面的邮件的展示形式。如果想要编辑这里的文字，我可以首先选这里的文字，然后这里面修改一下文字，这里面我就修改了这个文字信息了，然后可以对文字进行编辑，比如说把它加粗，调整它颜色，这些都是可以的，然后把它变成居中对齐，像这文字就变成居中对齐了，或者是在这里面加入链接也是可以的，这里面输入相关链接，像这文字就被加入链接了。我可以点这个 Add Session， 这里面我可以选择加入图片，当你点击一次的时候它会展示给你这图片的展示形式，然后你还需要再点击一下这个 Add， 然后这里面选择 Select Image， 这边可以选择上传图片，在这里面才是真正的上传一个图片，像就上传图片了。这里面还可以加入很多功能，比如说加入一个按钮，加入你的 logo， 加入影片，加入一个倒计时，加入社交媒体等等都是可以的。就像更换它们的顺序，你可以点这个按钮往上拖就能够调整它的顺序，然后这里面会有返回、前进，我可以点这个返回就回到上一步，然后这里面有 Preview 还有 Save， 我可以先保存，再选这个 Preview 就可以预览一下我刚才做好的邮件。当我写好了邮件之后，我这边会有2个选择，比如说把它保存成模板，这样我下一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套用这模板，或者是发送一个测试邮件，我可以去看一下我写的邮件信息有没有错误，或者是链接有没有正确，是否能够打开，都是能够通过这个功能去测试的。所有的测试没有问题之后，我可以选这个 Save and Continue， 这里面会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就是立马发送，第二个就是你安排一个时间稍后发送，比如说我安排一个时间稍后发送，这里面你可以选择日期还有时间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日期、不同的时间都是可以的。当我选择之后，我可以选择 Confirm， 这边就可以看到刚才我写的邮件就被安排了一个时间，这是它的状态 Scheduled， 就是已经被安排时间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使用 Kajabi 单独发送邮件的功能。接着再看一下邮件序列的功能，我选了这个 Email Sequence，
然后给它做个命名，然后选择 Continue 继续。这里面还是一样，你可以选择 Kajabi 提供的 email 模板，比如说选择这个模板，然后浏览一下，这里面选择 Get Started， 给它做个命名，选择 Create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不一样的设置，它有 Day 和 Time。邮件序列和单独发送邮件有个非常大的不同点，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触发机制。当有人触发了这个邮件序列机制之后，那么系统就会根据你的设置去自动发送邮件。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个设置，就是当有人下载我的免费资源之后，他又触发了这个邮件序列机制，系统就会自动发送邮件了。比如说这个是 Day 1，就代表当他触发了之后，第一天他会收到这封邮件，然后可以设置第一天在什么时候去发送这封邮件，比如说晚上11点。然后这里面是内部的标题，我需要设置一个对外的标题，然后设置一下预览文字，在底下还是一样，你可以编辑整封邮件的信息，你可以更改这些文字、这个按钮的信息、这个图片，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是能够让你修改的。然后这也是一样，你能够保存成一个模板，你可以发送测试邮件。这个就是再进入到刚才的编辑页面里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又进入到了编辑页面里面。在设置完之后，我就可以点击这个保存，然后回到刚才的页面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第一天的时候我就会发送这个 email。通常邮件序列都是要发送很多封邮件的，所以我可以选这个 Add New Email， 还是一样选择模板，再给它一个名字，选择创建。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客户触发了邮件序列机制的几天之后，你再会发第二封邮件。比如说我选择在触发之后第二天，还是晚上11点的时候发送第二封邮件，还是一样定一个标题，然后去修改一下邮件的信息。使用同样的方法，你可以再创建多个邮件。现在你可以看到我这邮件序列里面总共会有4封邮件，在触发的第一天就会发送这封邮件，触发第二天发送这封，第3天发送这封，第4天发送这封，都是自动化发送的。在右边你可以看到一些数据，比如说发送了多少封、打开率、点击率还有退订率。在上面有非常重要的2个设置，你需要选择触发机制以及退订机制。我可以选择这个 Add Trigger， 这里面你需要选择在什么时候要触发这个机制，这里面会有很多选项。通常来说，如果你使用的是免费资源去收集到了观众信息，你就可以选这个 Phone is submitted， 就代表如果观众提交了他们的 email 信息，就会触发这个邮件序列机制。然后在底下会有不同的表格，这里面就可以选 Save。在 Kajabi 里面，你是能够创建多个触发机制的，然后你可以设置一下退订的机制，就是如果有观众满足了这个条件，它就会自动退出这个自动化的邮件序列。我也可以选这个 Add Trigger。比如说可以选择，如果有人购买了我这个 offer， 它就不会触发这个邮件序列机制。这里面就可以选择我自己的 offer， 比如说选这个 offer， 然后选 save， 这样我就设置好了触发还有取消的机制。系统就会根据这些条件去选择是否要发送邮件去给这个客户。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 report， 这里面就会有你这个邮件序列它的整体数据报告，多少人触发了这邮件，多少人收到邮件，多少人打开了邮件等等。底下还会有每一封邮件它具体数据，所以你能够非常清晰的知道你这个邮件序列是否是有效的，是否是需要你继续改善的。我想亲身体验一下这期影片所讲到的 Kajabi 邮件营销的功能，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30天的 Kajabi 免费试用，并且在这播放列表里面会有更多 Kajabi 功能的具体展示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追踪 IG， 能够有更多互动。那么下期片再见，拜拜。